朋友们，问你一个问题：在生活中，我们真的可以时刻脱离一切烦恼忧愁吗？这个视频呢有点长，但是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的。好，还是那个问题，我们真的能时刻的脱离烦恼吗？答案是可能的，因为烦恼忧愁本就不存在，只是我们暂时呢还没有看见它产生的原因和运作的规律，所以陷入了表象之中。关于这一点呢，儒释道三家中的佛家讲的呢最为通透。在佛家呢，有一部经典被很多人所熟知，那就是开悟的楞严。也就是如果你想开悟，那么它是所有经典中的首选。如果你读懂了它，就会明白，不仅所谓的抑郁症根本不存在，而且你整个生命都会进入随手可得的清净与喜悦之中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就由浅入深，用大白话的方式，一步步的帮你把楞严经中的顶级智慧呢给弄懂。首先呢，佛家呢认为，这个世界和生命的组成呢，主要有7个要素，分别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见、识。地水火风空呢，可以理解为物质世界的表现形式，一切有形有色的物质现象都可以认为是地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把地划分为不同的原子、分子、粒子等等。水呢，代表物质世界有湿润的表现；火代表有温度；风代表有运动；空则代表一切物质表现，因为它们都需要一个空间来发生。而见与识，则是精神世界的表现。了解了这些后，我们再来看《楞严经》中蕴藏的顶级智慧。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，那就是空不待息，色不待合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拿一块蛋糕来举例吧，这块蛋糕就相当于是一块地的集合。我们用刀去切成2半，拿走一半，然后剩下的继续切成2半，如此循环往复，就永远有一半的物质现象存在。这便是空不待息的道理。简单来说，空不是无限分解出来的，而是用心照出来的。同时，物质的表现形式可以被认知到、被观察到，所以称为色。但是最小的物质结构又是由几个更小的物质结构所组成呢？显然这个问题没有答案，更小总由更小组成。这便是色不待合。空不待息和色不待合呢，也是现在科学研究的瓶颈。科学已经把物质分为最小的粒子夸克，再往下分，已经超出了现有的观察能力，所以科学不得不提出种种新的假设，来弥补空与有的问题。比如说，假设最小的物质微粒是由一个个非物质的能量弦振动而产生，不同的振动形状产生了不同形状的最小微粒，这便和佛家所讲呢有了相同之处，也就是有一种存在本质，统一了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。这个本质呢，佛家叫它自性、真心、菩提、觉性等等。既然地这种物质现象是由某种非物质的本质产生，那么以此类推，水、火、风、空等等物质世界的表现形式，乃至精神世界的烦恼与喜悦，是不是也都是由这种本质所产生和演化的呢？所以空不待息，色不待合的道理呢，饱含了解脱一切烦恼的智慧。我们习惯性的烦恼忧愁，并不能因为今天做些什么，明天学些什么，然后有一天就没有了。唯一的解脱之道，不是做加法，不是通过解决更多、改变更多而达到解脱，而是要直接体悟到那个烦恼产生的地方，它与快乐的产生没有区别，都是自性。体悟到自性，烦恼即是菩提。
不用等内在烦恼消失，解脱与喜悦就会同步的出现。好，明白了前面几个，我们再来看后面2个，也就是见与识是什么。要实现解脱，精神世界的这2个元素也必不可少。当外在有了物质现象，我们要产生对它的认知，首先就要有一种能见的功能，就好像外面的明暗呢，是被眼睛看见，这个便是眼睛的觉知，称为见。当眼见呈现出了一幅图案，还需要有一种识别的功能在其中，我们才能形成完整的认知。就好像眼睛之中还有一种识别的作用，能够分辨出图案之中的不同。就好像我们看见街上熙熙攘攘的很多人，眼识便能从图像中识别，这个人和那个人不是一个人，他们之间有界限，这个颜色不是那个颜色，他们之间有区别，有一种区别与区分在其中，让图案层次分明、清晰明了。这种能了别的作用便是眼识。再进一步，我们的大脑开始活动，开始分别眼见的图案中，这个是小张，那个是小李，这个颜色是黄色，那个是绿色，这便是大脑的识别作用，也就是我们的意识。你也可以理解为，意识是建立在眼见与眼识、身见与身识、耳见与耳识等等之上的。首先要有能见、能觉知，识别出了不同，然后意识再进一步来分别和归纳不同。楞严经里说，见觉无知，因色空有，也就是说，人眼所见离不开一切的明暗空有现象。就好像我们看见空中有朵云彩，这个能见超不出天空，超不出云，离不开光线的明亮。但是呢，离开了天空，离开了云，离开了光线，能见依然存在，依然不变，只是看见了黑暗。哪怕是我们看见了幻觉，这种幻觉也是曾经的物质影像在大脑中组合的幻象。能见与所见在一种对立的关系中，表现为合一的一体性，而意识能够识别的作用呢，又离不开能见和所见，三者同表现为一体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精神作用与物质世界本质上是一体的，皆因一种本质，即是自性而生。当你明白了这一点，体会到能见与所见的一体性，体悟到自性，那你就可以从源头上解决一切内在的烦恼与迷惑。如果陷入能见与所见的对立，即是我们所认知的二元世界，处处充满了矛盾，时时充满了我和你、我和现实的对立，即是烦恼、痛苦的产生。只有明白了一切都是本质和自性的体现，体会到这个便是悟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单纯陷入能见的觉知作用中，是无法悟的；单纯陷入所见的现象、思想、念头、情绪、认知中，更无法悟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把头脑飞速地运转，去学习探究各种智慧和知识，想要实现开悟，想要领悟存在的真相与意义，想要解脱一切内在迷惑烦恼，其实全部都是陷入了头脑的所见中，陷入了烦恼与迷惑本身之中。那些认知和情感呢，都是意识的分别作用而产生的各种原因。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一味地排斥头脑，头脑的运转也是必要的，我们也需要去思维智慧和真相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发现头脑的识别与运转功能，其实与被运转的现象没有区别，都是自性的一体显现。这时候，你的头脑就学会安静了，情绪也学会清静了，你的本心也出现了，一切都是开悟的，一切都是一体的，一切都是自由而解脱的。当然，很多时候我们实现悟也需要一个过程，
就好像一个开悟的人，说出一句开悟的见解：人人本是开悟的，处处都是美好的。对于这个人来说是真的，但对于另一人来说，这只是一句话而已。另一人需要大量的证明和体会，才能最终发现那句话是真的。只不过这大量的证明与体会呢，不是去证明更多，而是瓦解掉自己根深蒂固的认知与习惯，也就是《道德经》中说的为道日损，最终发现自己本就是悟的，一切现象都是开悟的，只是曾经迷了而已。那我们为什么会迷呢？从根本上来说，都是因为没有把能见和所见融为一体。就好像一般人认为外在世界的现象都是真实的，自己的眼睛、耳朵、大脑也是真实的。眼睛、耳朵、大脑的作用产生的念头与情绪便是真实的我，这是内与外的对立，不是合一。一些稍有见地的人认为，外在的现象有生有灭，自己能够见的眼睛、耳朵、大脑也是有生有灭的。虽认识到了生灭的道理，但仍是没有合一。另一些人认为，外在的现象变化无常，内在的认知也变化无常。虽然认知到了无常的道理，仍是有内外我他的区别在其中。所以真正的悟，应该是体悟到所有的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是一体的，见与所见无内无外，本即是一。一切物质现象和一切精神现象，本质呢无二无别。这也是《楞严经》所说的物质世界的地水火风空，即是一切生命的见和识。见与识即是地水火风空。相信大家都听过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叫做四大皆空。四大即是地水火风，四大皆空，不是说四大本质上是空无的，而是说四大与空是一体的。这也是《心经》所说的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一切空与色，能见与所见，皆是那个存在本质在证明自己。大家可以通俗理解为，所有能见与所见呢，都是宇宙本身的一体自证。就好像禅宗中的一个典故，说是有一位禅师，久而不悟。有一天呢，走到一处卖肉的屠夫铺子门口，在现场买肉的人都嚷嚷着给我切最好的精肉。屠户有些不耐烦，一气之下大声说：哪一块不是最好的精肉？禅师听到这句话，当即开悟：哪一块不是最好的？哪里不是最好的？一切都是自性本性的体现。所以我们的这个念头和那个念头没有区别，本质上没有哪一念不是哪一念，都是自性的不变随缘。我们这一刻感受乐，那一刻感受苦，我们的本质从来不苦不乐，清净本然，即是自性的随缘不变。我们此刻心中的一团烦恼担忧，和万里之外的天空有一朵乌云下了一场小雨，没有区别，都是自性产生的现象。我们此刻心中的喜悦和解脱，和万里之外的草原上羚羊与斑马的欢快跳跃没有区别，都是自性本身的体现。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忧与恐惧的。生命中处处都是开悟的，花是开悟的，树是开悟的，天空是开悟的，你是开悟的，你的快乐是开悟的，你的担忧与恐惧，每一种念头与情绪，也都是开悟的。此刻就是了，开悟已经在了。透过一切现象，都有自性的无限与美妙，在其中流淌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